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接上集讲到，薰儿打飞古南海，只为待在妖火空间内同萧炎患难与共。净莲妖火为求活命，疯狂磕头求饶，最终与净莲妖圣同归于尽。妖火空间内，萧炎与薰儿孤男寡女，无人打扰。7日的准备时间一过，妖火空间内的萧炎终于要开始炼化净莲妖火了。第一步，启动严寒大阵，为妖火莲花镀上一层薄冰。第二步，加入麻醉效果极强的醉妖涎，令其变得慵懒。第三步，加入寒气逼人的9阴黄泉丹。第四步，手抓妖火本源，开始炼化。手掌接触到妖火莲花中心处的那一小撮粉红火焰时，钻心的疼痛令得萧炎面容扭曲。下一秒，萧炎的整个躯体都被粉红火焰包裹了。薰儿见状，心疼极了，但他也清楚，这仅仅只是开始。燃烧的火焰之中，一股股血液不断地从萧炎体内渗出，似是已经痛到疯魔。光头萧炎一把将掌心的那簇粉红火焰塞进嘴里。下一秒，萧炎体表那由远古虫黄衣所化的衣衫瞬间化为灰烬，其体表之下隐藏着的龙皇骨甲也变得暗淡了许多。忍着无法形容的剧痛，萧炎凭借着惊人的毅力运转起焚诀，在心中暴喝：给我炼！感受到危险的妖火本源立马剧烈挣扎了起来。恐怖的高温直接焚化了萧炎体内部分比较脆弱的经脉，甚至于一些骨骼也开始有了软化的迹象。怔怔地望着在火焰中嘶吼的萧炎，薰儿死死地咬住自己的唇瓣，殷红的血迹自其嘴角溢流而下，却抵不上他心中疼痛的1/1000。净莲妖火的力量实在太过浩瀚无穷，他们还是低估了它。薰儿能看出来，萧炎一人根本就无法承担，再这样下去，萧炎哥哥会死的。抬手抹去眼角的泪，薰儿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金色火焰包裹住全身，就毫不犹豫地扑向了萧炎所在的火焰之中。从剧痛中恢复一些神智，萧炎想要将闯进来的人儿推出去，薰儿却是缠住了他的身体，轻声道：萧炎哥哥，只有一起才能炼化他。薰儿死死搂住薰儿的纤腰，萧炎呼吸粗重。接下来要发生的事，萧炎非常清楚。上一次与美杜莎便是这般，只不过这一次他是有理智的，因此他控制着自己没有动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只是薰儿接下来的举动让他彻底没了顾忌。含住萧炎的耳垂，薰儿惩罚似的轻咬了一下，之后萧炎就化身成为野兽，粗暴地撕了薰儿的衣衫。巨大的粉红火球里，2道身影紧紧纠缠，净莲妖火所释放出来的浩瀚能量通过2人嵌合的连接点源源不断地传入薰儿体内。经过长时间的交融，萧炎的异火逐渐与净莲妖火发生了一种奇异的联系。再次运转焚诀，固守着的净莲妖火终于是逐渐被炼化了一缕能量，在萧炎的体内运转一圈后，又通过律动送入薰儿体内。薰儿的身体吸收一部分之后，又会携带着些许金地焚天炎反补给萧炎，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。随着萧炎与薰儿的气息节节攀高，净莲妖火再也没有了反抗的能力。很快，1年半的时间过去了，这期间中州发生了2件大事，其一就是魂殿与天府联盟的拉锯战。为了避免养虎为患，魂殿借着人殿被毁的由头，大肆进攻天府联盟，意图将这个新兴的敌对势力扼杀在摇篮里。可惜已经晚了，此时的天府联盟有着紫妍、萧晨等丝毫不弱于魂殿殿主的强者坐镇，根本就没在怕的。更不要说丹塔的那位老祖还特意留下了传信方式。在这场拉锯战里，天府联盟以战养战，不仅令得联盟部队的交战力越发强横与凝聚，还将规模扩大到了交战前的数倍。第二件则是十族也同先前的灵族一样，一夜之间全族诡异消失。要知道，身为远古8族之一，十族的名声虽然没有古族、魂族那等强悍，但其实际战斗力还是要比第一个消失的灵族强上不少的。数百万人呢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目前为常人所知的有这实力做出这事儿的，只有古族与魂族。魂族一如既往的自己同自己玩，没有任何表态。古族被余下3族单方面断了来往，有苦难言。令古族担忧的是，如果真是魂族干的，那么古族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察觉到？魂族所图谋的究竟是什么？还是说这中州之上还有着其他的恐怖势力存在？由于没有实际证据证明这件事情与古族无关，远古8族之中余下的3族为了防止自己成为下一个，在10族消失的1个月后，便突然对外宣布结盟，名称为3族盟。耀族、雷族、炎族，他们很快便将3族的空间连通，以达到迅速支援的目的。
同时派出强者不断出入十族空间，试图通过蛛丝马迹找出幕后黑手。可惜最终一无所获。又是半年后，妖火空间内包裹着萧炎与薰儿的那枚巨大精卵陡然破碎，粉金两道光柱冲天而起之时，一阵骨头的脆响也随之响起。总算是出关了。赤着身子从光柱中走出，萧炎狠狠地伸了个懒腰，一头墨发披散至肩膀，两个极为微小的火莲在其眼眸旋转。萧炎哥哥，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萧炎身后薰儿羞恼的声音响起。转过身，萧炎看着眼前这个自己亲手为其褪去青涩的女人，感叹还是媳妇儿好看。因炼化了净莲妖火，萧炎的实力提升了不少，直接连化3个级别，达到了5星斗圣初期。吸收到部分能量的薰儿实力也暴涨到了4星斗圣后期。感受着体内澎湃的能量，萧炎很是高兴。然而下一秒他却发现自己原本充斥体内的异火尽数消失了，那可是他赖以生存的东西。察觉到萧炎情绪有异，薰儿连忙问萧炎怎么了。萧炎正一寸寸探查体内情况，没有答话，直到他感应到了什么。出来！手掌猛地一握，萧炎一声暴喝，旋即就见一道粉中带金的火焰自萧炎掌心窜出，随后在萧炎与薰儿震惊的目光中，化为一个仅有半尺大小的婴儿。婴儿刚一出现，就伸手朝着萧炎扑去，冲天炮、红肚兜，光着屁股，圆溜溜。二人在伊哇伊哇的声音中呆愣了半晌后，才认真研究起了这个抱着萧炎手掌使劲蹭的火婴。莫非这就是你体内融合了多种异火的新生火焰？薰儿有些迟疑，捏了捏婴儿 QQ 软软的脸，萧炎感受到了自己与这个小东西之间的奇妙联系，随后脸色有些怪异的点了点头。薰儿在火婴身上感觉到了金地焚天炎的气息，想来是炼化净莲妖火时，金地焚天炎的本源之火融入了一些到萧炎体内，6+1合成这么个小娃娃，萧炎的心里有些复杂。青莲地心火、陨落心炎、古灵冷火、三千焰炎火、海心焰和净莲妖火，单拎哪一个出来不比这小娃娃有威慑力？战斗的时候自己总不能把这火婴当武器丢吧？薰儿见萧炎情绪并不高涨，解释说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，异火才能被人炼化后形成火灵，这是件好事。木着脸点点头，萧炎还是没忍住吐槽自己日后与人交手还如何施展佛怒火莲。触发到关键词，原本抱着萧炎手掌流口水的小东西眼睛瞬间就清澈了，只见他小手一抬，一朵佛怒火莲飞速成型。见到这火莲，萧炎顿时连眼睛都要凸出来了。小东西见萧炎惊呆了的样子，得意极了，两只小手一捏一放，就见源源不断的双色火莲自己掌心成型。直至第10个佛怒火莲成型的时候，小东西又是一招手，融合出了萧炎目前最强力的底牌毁灭火莲。望着那朵约莫半尺大小、通体粉红的娇艳火莲，萧炎觉得自己呼吸有些困难。许久后，猛吸一口气，萧炎忍不住地念叨着：“捡到宝了，捡到宝。”许久之后，萧炎偏过头与薰儿相视一笑，一口将毁灭火莲吞进肚中。火婴再次抱着萧炎的手掌蹭个不停，轻轻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，听着他伊哇伊哇的叫个不停，萧炎决定以后就叫他小一了。似是不满意萧炎取名如此随意，小一大声伊哇表示抗议，可惜被萧炎无情驳回，并收入体内，因为是时候离开这里了。偏过头，萧炎看着薰儿柔声道：“等回去后，我便找个时间去古族提亲，再等我将父亲救出来，我们便举办大婚，怎么样？”娇躯猛地一震，薰儿羞红了脸，眼角似有晶莹在闪烁，随后轻轻点头：“仰天一声大笑，萧炎一把揽住薰儿的纤腰，手掌轻滑，就将许多5星斗圣都无可奈何的空间撕开了一道巨大裂缝。随着两人踏入其中，这片妖火空间再次变得寂静，直至许久之后被彻底遗忘在时间的长河之中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。视频都看到这里啦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